没错，你们都是被标题骗进来的，只有画面是真的，其他都是拉迪赛闲聊。昨天骑车载我小孩去教会的路上，停等红灯的时候，左后方突然出现一声 MMBCU， 一个骑进站骑士这样指着我说：“哇，这样感觉很像那个有粉丝的感觉真是非常的爽。”只不过人家是 MMBCU 的粉丝，不是我。上周六我在社区中间把我车骑到那边去安装把手加高座，刚好社区的主委走过来跟我聊天，他说他也订了一台 MMBCU， 正在等着签车。没想到这款车会这么受大叔年龄层的欢迎。我买车的时候是恰逢其会，原本的车被我最大的小孩要去，说他现在上班的地方比较远，又是爬坡，要改骑机车上班。考量到平常要接送小孩呀，偶尔自己去兜兜风，跑山骑机车旅行，还有假日带老婆去走走，所以那时候就考虑到一个150的白牌车。那我有一顶全罩帽，买回来之后发现它的帽体很大，后面还有小鸭尾可以导游配重。那这时候就麻烦了，你一般的机车的车厢塞不进去，可以塞进去盖起来的，那时候只有 MMBCU。 所以当时唯一的考量点是只剩下车色。在订车当下，三阳原厂行路色差太大，把白色车拍成浅灰色，银色车拍成深灰色。一直到看到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大家来介绍那个 MMBCU 这台车，才发现说原来银色车是偏浅灰银。那想说这种颜色最耐脏，平常就算没有洗车，也不容易被他发现车子很脏没有洗，所以那时候就订了这个银色车来。后来实车来的时候，才发现哇，这个颜色是最骚包的颜色。然后想说，那时候之前车还没到车，要犹豫要不要改成白色，想很久。那我的行车记录器呢，原本是自己要 DIY， 但是车尾固定和穿线的部分没有把握。后来请买车的松仁车业帮忙协助一起安装的。当时还找了店长拍了拆车影片，前后壳都拆了，也掌握到这部车的拆车技巧。后来店长看过影片说，他自己因为忙着工作当像那个在施工嘛，拆装嘛，所以全身很狼狈，头还乱糟糟的。我跟他讲说你这是本色演出，认真男人最帅了，不用担心。上周去台北的时候，故意绕走110县道，利用时间通勤的时候和跑山一次完成，果然一路顺畅，没有遇到塞车。尤其是新店祥和路早上时段，那简直可以说是市区的封闭式高架道路，只有遇到红灯的时候才停下来，一路畅行。就连早上交通尖峰时刻都可以60-70，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就超速了。所以我就不懂这种相对比较安全的高架道路、快速道路，为什么要禁行机车呢？为什么弄个死亡狗洞？再来怪机车死亡率高，每年让这么多机车骑士伤亡。我自己开车，重机、白牌都在使用，在国外根本没有什么禁行机车这种歧视人的概念，只要你的车跟得上车流就可以上。那在日本只有125以下才限制上高速公路，原因是因为他怕那个马力不够跟不上这个速度，因为他们最高可以到120。那我觉得这可以自己评估自己的适合路线。那国内官方这种对机车的这种歧视心态真的是跟国际是脱节的。那在 FB 上面我也看到 MMBCU 的社团中很多人在问坐高的问题。我的身高只有162，坐高会不会觉得高呢？我觉得是会。所以骑在路上的时候跟那骑重机是一样，视角总是觉得高人一等。但是停红灯的时候，因为它的坐垫前端有收窄，所以它置脚性倒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屁股歪一边单脚着地是完全没问题的。那如果你另外一脚也要伸出来踩地的话，可能要叫垫脚，或者是屁股移到最前端去，这样双脚平踩都可以没问题。那我家另外一台黄白机车Joy Max Z300，我也是这样骑，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只不过坐垫下方设计要能够放入一体安全帽，所以它前端会比较宽一点。还有不少人提到油表的问题
目前我已经加到第4桶油，确实有时候不太准，好像油桶的气压平衡有关系。打开加孔平衡一下之后就恢复正常，油表显示会比较准一点。那还有油耗的问题，前阵子看那个战神周小杰的影片，他说他1桶油加满竟然让他跑400公里，我觉得这应该是刚好维持在最省油速率是有关系的。训车时期我平均油耗大概是43公里每1公升，后来300公里有换油换成 15W40 的机油，油耗直接掉到31。那加过2次油之后，我想干脆把机油提早换油，换成 5W40 的，油耗又都回到40以上。至于要更高的这个油耗标准的话，可能要下次跑长途再测试看看。目前都是以短程接送小孩为主。至于有不少人反映雨天远灯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，网络上传言说回购买机车行去处理一下，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原厂未来可能会有召唤更换这个零件的一个方案，可不晓得，这是传闻。那如果会换的话，能不能跟三洋建议一下，改成传统那个喇叭按键在最下方的这个样式？因为 MMBCU 这一群这种车的这个目标客群中，中年大叔的比例还不低。那大家都已经骑机车骑20-30年了，你把它改成中间的位置真的是不容易适应。目前我是用透过边骑车边摸这个喇叭按键的位置希望可以加快适应。但是真正按到喇叭的时候，我发现只有一半几率可以按到，另外一半的时候紧急状况根本按不到。那按到的时候，我发现是刚好我大拇指刚好是放在那上面，所以刚好有按到。那我要讲一下，我上一台重机是 Honda 的 NC750S， 它喇叭也是在中间位置。我紧急时候都按不到，我骑了1年我还是按不到，所以我请了三洋可以多帮我们这些有点年纪人考量一下。那另外还有人问那个坐垫难开的问题啊，这应该可以回原购买车行调整一下锁扣高度的位置就可以解决了。这跟组装精密度有关系，它下面锁扣锁点如果太低的话，这个坐垫钩环吃进去就变太紧的状况。那有2个方式，一个是拆下马桶把那个锁扣高度稍微调整一下，重锁就可以了。要不然的话就是把那个坐垫钩环拆下来，垫上1-2个垫片加高也可以解决这小问题。那还有人提到说那个把手加高或后移的问题，我觉得骑乘三角跟每个人身形有很大关系，有的人手臂比较长一点，有的人上半身比较高一点，没有绝对。我自己原本是加装了这个加高后移座，大概是往后上45度的方向延伸3公分左右。那骑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跟我身材比起来把手变偏高了一点，然后感觉有点像在骑那种 adventure 那种车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们会建议原厂车原厂状况大家可以先骑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再借那种有加高后移的来骑看看，你就知道说哪一个比较舒适你是需要加高呢，还是你是需要后移呢，还是加高后移都要？那你在订购相对应的产品会比较合适一点。那我有一个影片是讲有关于那个安装加高后移的影片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也要提醒各位一下虾皮有蛮多对岸金属加工的这种加高座，那便宜归便宜啦，可精度有可能就不是那么好。我自己就遇过那个新品螺丝精度不良的问题，后来我就直接干脆买台湾的螺丝来替代精度真的有差，锁起来就马上感觉到。昨天下午我去跑台七乙之后发现这款车把手加高之后，对我来说操控灵活性会受到影响。后移的部分是 OK， 但是稍微偏高一些，所以我就干脆把加高座拆下来了。那用调整手把角度方式来因应，达到这个后移的效果。那我也在前一部影片中有详细的说明，有兴趣可以进去看一下。那有人在问这款车电压太低的问题，那经过确认，大部分是因为在市区里面使用怠速熄火，那电瓶回充不够。那我在我购买的车行中，在交车的时候，它有特别交代如果电压低于 11.5 伏特之后，这种状况就不要再使用怠速熄火，把它关掉，以免电瓶回充不足。那我自己大概是 12.4 伏特之后，就会把它取消怠速熄火功能。